有这么个民族，只要你强大，他就舔你。他硬是凭借着一个舔字，舔出了风采，舔出了辉煌，舔出了民族独有的一片天地。甚至在遭受过原子弹后，他还能凭借一字舔迅速恢复经济，成为了亚洲之最。美国5星上将麦克阿瑟曾经说过，你越是打败他，他越是愿意为你奉上一切。而这个绝活他们已经玩了上千年了，可以说是炉火纯青，刻在了骨子里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继前面讲了印度、韩国和泰国历史之后，看大家对各国历史挺感兴趣。既然大家有兴趣，那么微笑继续做这个系列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日本这个非正常国家。那日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？说实话，日本这个话题真的不太好聊，担心聊起来大家可能不太容易理解，因为这个国家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子奇怪劲儿。你说它开放吧，它又特别传统。你说他保守呢？他那几位老师亚洲男性又非常熟悉，甚至都仔细观摩学习过。你说他民主吧，他的阶级观念又很严重。你对他好吧，他未必领情，反而觉得你是不是有病。可你一旦展现出压倒性的实力，对他足够强硬，他反而会对你表现出12的恭顺，立刻跪下喊爸爸。这种独特的民族行为模式，司马光对其有精准的概括，那就是畏威而不怀德。首先，客观来说，这个民族身上优点不少，比如好学和能忍。但他们这个忍，那是忍常人所不能忍，忍到了能打过你为止。这个期间，无论你怎么踩踏他，他都会笑着给你颔首。日本这个地理位置，就是太平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时迸溅出来的碎石碎渣。老天爷也知道日本这地方条件不怎么样，所以为了弥补一下，就给他附赠了终身 VIP 自然灾害大礼包。这个套餐里面包含了地震、火山、台风、暴雨、冰雹、泥石流，人类能遇到的所有自然灾害，老天爷是样样都没给他落下。就在这种地狱难度的生存环境里，他还能保持1亿多的人口规模，足见这个国家的韧劲确实不一般。日本这个地界儿，最早的土著居民是阿伊努人，现在北海道一带还生活着这个民族的后裔。因为这地方当初实在是鸟都不拉屎，导致他们长期停留在石器时代。咱们这边春秋末期，孔子都已经周游列国，到处讲学了，这群土著还穿着草裙过日子，用石头砍树呢。上千年的发展，他们只从旧石器时代跨越到了新石器时代。之后由于中原王朝不断挤压吉林附近的扶余人，扶余人没招了，就开始挤压朝鲜半岛的土著。这俩难兄难弟被挤得没办法了，只能组团去欺负日本。虽然这2个民族在中原王朝的眼中被视为落后的蛮族，但对于那些身穿草裙的日本土著来说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教育打击了，简直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。你想想看吧，一边用的是木棍和石头，另一边拿的可是铁制的刀剑。也正是因为咱们的间接挤压，直接让他们跳过了1600多年的青铜时代，到了铁器时代。这已经不仅仅是质的飞跃了，简直是坐着窜天猴一飞冲天，直奔外太空。在日本，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为弥生时代。从这个时候起，日本才算是正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，就像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注册了账号。当然，还有一种说法记载在《史记》里，说是秦始皇派遣徐福带着数千童男童女乘船入海去寻求仙人。不管哪种说法，总之是让他们知道了，在大海的对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族，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上了终极的生存技能——舔功。为了舔咱们，他们的舔功那真是不远万里跨海而来。当时的他们可怜到了什么地步呢？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就穿了2个布片在身上。咱们的汉光武帝刘秀一看他们这也太难了，就赐名倭国，还赏赐了1枚金印以示正统，让他成为了咱们众多藩属国中的其中一个。他们下一次在史书中出现是三国时期了。根据《三国志》的记载，桓灵间倭国大乱，更相攻伐，历年无主。说是天下大乱，其实也就是几个村子之间互相打来打去，其中有个叫卑弥呼的女村长特别能打，建立了血马台国。据说卑弥呼是个女巫，能够与神灵沟通，所以在10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村长。她掌权以后，为了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，给曹魏明帝曹睿，也就是曹操的孙子上贡。曹睿一看一个妹子当家也挺不容易的，就送了她一堆铜镜、长剑啥的。恰好有天皇的传国重器，就有一个镜子叫8尺镜，还有一个剑叫天从云剑。
很多学者都认为，这个邪马台国可能就是大和民族的直系祖先，因为大和的音译和邪马台非常相似。邪马台在日本读耶麻蝶，但一开始他们并不愿意承认这段往事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事儿是在贬低他们。不过咱们当时真没那个想法。根据《三国志》原文的记载，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，复有国皆倭种，又有诸如国在其南，人长3-4尺，去女王4000余里，即按汉朝1尺约24厘米来算，4尺还不到1米呢。你说不叫倭国叫啥？叫矮国、侏儒国还是矬子国？这么一比，倭国是不是还挺可爱的？那为啥人家不承认，我还把这段拿出来说呢？这完全是怪他们自己，没事喜欢在地里瞎挖，一锄头下去，给咱们之前汉朝赐给他的金印给挖出来了，这弄得他们是相当的尴尬，只能含泪把这个金印当做了国宝。邪马台国之后，在公元4世纪，日本西部又出来一个村叫大和的崛起来了。他们经过了100年的械斗，勉强统一了西部，建立了大和国。建立了大和国，为啥说勉强呢？因为他们东北部还是由虾夷人的部落掌控着。这个虾夷人就类似咱们边疆的游牧民族。时间又到了隋朝时期，这个时候他就有一点点想要呲牙了，他想改国名为日本，不想再叫倭国了。给咱们隋炀帝写信说：日出处天子致书，日落处天子无恙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我这代表日出，而你隋炀帝代表日落。这可把隋炀帝给气坏了，质问他：你是干什么的，在这儿跟我扯什么日出日落？把当时的倭王给狠狠骂了一顿。那隋炀帝为什么没打他呢？是因为当时正跟高句丽打仗呢，没空搭理他。日本一看我大哥生气了，就赶紧派了一个叫小野妹子的猛男过来道歉加学习。等妹子回国以后传授经验，日本才制定了第一部成文的宪法，上来就规定了以和为贵，笃定三宝。随后又开启了汉化律令，引进了均田制，强化中央集权统治，最终将都城定在了奈良的平城京，这便开启了日本历史上的奈良时代。之后朝鲜半岛进入了新三国时期，高句丽是其中最强大的，下面则是新罗和百济。但百济和高句丽属于同宗同源的关系，都是一个老祖宗，于是他们就疯狂欺负韩人建立的新罗。新罗的韩人这下可没辙了，就找到了唐朝。而这个时候的高句丽觉得自己实力强大，要跟大唐掰一掰手腕。但大唐一看，如果正面硬刚成本太高，不如从半岛的百济下手。于是在公元660年，大唐水师渡海而来，联合新罗一举灭掉了百济。这高句丽一看，你叫人是不是？我也叫人，就给日本写了封信。收到信的日本一看，什么大唐不大唐的，动我兄弟就是不行。在公元663年，两方人马碰了一下，史称白江口之战。最终的结果咱们都清楚得很，不仅把盘踞在东北长达700多年的扶余政权给彻底收拾了，还让日本又一次把舌头伸得老长。到了这个阶段，日本派遣唐使的次数比我更新视频还要勤快。时间一晃到了武则天登基掌权的时候，日本又派了遣唐使，名叫素田真人，跑来请求把国名改成日本。武则天一听，实在是被他们给唠叨烦了，就在醉酒之后应允下来，所以日本名字延续至今。这大概算是最早的酒后签字事件了。大家都说他是在模仿我们，但他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，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。即给大家看一组具体的数据。到了唐朝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日本皇家藏书的地方收藏的中文典籍足足有1568种之多。那咱们当时总共有多少书呢？根据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的记载，大概有3600多种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国家居然拥有另一个国家1半以上的书籍，这得是一件多可怕的事儿啊！也正是在这种狂热的学习氛围之下，日本天皇为了证明自己的君权神授，就让人编撰了神话故事，也就是《古事记》和《日本书记》。结果手下的人用力过猛了，直接把他的祖先写成了天神，而不是天神的子孙后代。既然你都是天神了，那血统就必须得保证纯正，所以日本天皇就有了令人发指的内部通婚制度。这里面到底有多乱，咱们以后有时间单独开一期讲讲。如此大规模的学习吸收，让日本人口开启了爆炸式的增长。但日本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，人一多，粮食就不够吃了，内部的矛盾就更加明显了。天皇掌控不了局面，这就让一个叫藤原的有了可乘之机，他架空了天皇，开启了幕府掌权的时代。天皇也被迫从奈良迁都到了平安京，就是现在的京都。
可这个藤原也没稳当多久，后来镰仓幕府也登上了历史舞台。总之，幕府政权是换了好几茬，唯一雷打不动的就是天皇，他一直稳稳当当的坐着吉祥物的位置，但他心里也馋权力的滋味啊。于是他就想了个招，因为皇室成员实在太多了，就把一部分人从皇室里给开除了，并赐姓给他们，让他们成了武士。皇室再利用这些武士去跟幕府争权夺利，一直到了咱们的明朝时期，日本终于是打乱套了。几十个村子展开了大规模械斗，中间还掺和了大量的武士和浪人，这就是日本的战国时代。在这几个村子里，有一个叫织田信长的挺厉害，就在他眼看着要统一日本的时候，却让自己的马仔明智光秀发动了政变，给杀了。不过他的政变虽然是成功的，把老大给干掉了，可他自己也没能坐上老大的位置，这一下子可把他给整懵了。之前我在世的时候还是个手握大权的重臣，现在倒好，我直接变成阶下囚了。那么是谁继承了织田信长的家业呢？他手底下另一个得力的马仔叫丰臣秀吉。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，但还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，自己家里的粮食不够吃，这可咋办？那就只能出去抢了。他就派兵攻打朝鲜，他这刚刚统一，武力值自然是不用说了，很快就占领了朝鲜全境。咱们的万历皇帝一看还得我出手，他就派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入朝作战。如果把这个李成梁比喻成省长的话，那他儿子最多也就是个市长级别。可没想到还是用力过猛了，一下子就把丰臣秀吉给打死了。他这一死，日本又陷入了好几十个村子的混战。这次胜出的村长就是日本关东军阀德川家康，同样他也是提着个舌头过来明朝学习，在学的差不多之后，在日本的江户，也就是在如今的东京建立了他的幕府。日本从此进入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江户时代。从这里你就能看出日本这个民族它到底有多么的令人难以捉摸。当你强大的时候，它就化身成微笑的使者，可一旦你衰弱了，它必定像泰迪一样冲上来疯狂撕咬。这就是日本的文化内核，举与刀。随后的鸦片战争没能让中国人警醒，反而让日本人彻底清醒了。他们一看，我这大哥不行了，拉胯了。再一看英国人，这也太猛了，从今天起，我大日本就要改换门庭了，我先舔为敬。但当时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，能看上日本这个弹丸之地吗？就没搭理他。他为了让英国人看得起自己，帮助自己，当时的明治天皇下令削减皇宫的开支，号召全国老百姓捐款来建设海军。随后的明治维新又让日本的发展更上一层楼。明治维新就是彻底的脱亚入欧，西方教育完全取代了儒家文化。但他们光学帝国主义的文化可不行啊，主要得学他们的行为，出去抢啊。但他这刚刚迈入帝国主义，那些列强输得起，他输不起啊。所以当权的统治者开始给老百姓和孩子洗脑，明治政府颁布了教育诏书，在所有的学校大力宣传忠君爱国，说咱们的朝代是万世一系的神国，自己的苦难全部来源于那些敌国的挤压和迫害，对日本的打压和欺凌。这兵练得差不多了，就有了后面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事儿。随后1894年又爆发了甲午海战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。清政府签下震惊世人的马关条约，赔了2亿两白银，又割让了台湾和辽东半岛。如果说明治维新让日本完成了原始积累，那甲午战争就是让日本迈入了小康。随后的英国彻底让他走向了人生巅峰。当时英国和俄国有点小矛盾，英国就想在俄国的后腿找一个盟友为他疯狂撕咬。他一看日本最近混得不错，有资格给我当狗了。1902年，英日签订了同盟条约。为了让日本更卖力地帮自己对付俄国，英国可是下了血本，各种好东西没少往日本那儿送，给的狗粮那都是100块一斤的。日本这下可算是捞着了，甩开膀子可劲的撕咬。英国人一看这架势，觉得火候差不多了，去吧，我的好伙计，给我狠狠地咬。当时把俄国咬得可是够呛。俄国因为之前跟英国较劲呢，没空搭理日本，就把远东地区这块骨头扔给了日本。这日本可挺高兴。随后一战爆发，德国把欧洲几个国家折腾得够呛，这欧洲一乱，大量的海外订单就给到了日本和美国。等一战结束的时候，英国虽然是战胜国，但它也失去了昔日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气派。反观在一战期间韬光养晦的日本，凭借一战彻底实现了腾飞。等他再回过头来一看，这英国人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了。现在是不是该轮到我尝尝当老大的滋味了？随后二战爆发，
要知道，这个时候的日本青年都是在明治时期被洗脑教育出来的一代，所以日本被这股狂热的民粹主义浪潮所裹挟，化身为一头失控的恶魔，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。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，日本的民众甚至连妇女和儿童都群情激愤，全民动员，开足马力，加大生产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士兵在战场上犯下了各种惨绝人寰、令人发指的罪行，干尽了灭绝、丧尽天坏事。同时，这个阶段也是日吹吹得最狠的时候了。夸张点说，日本能跟德国掰掰手腕。说这话的你可能是想瞎了心。当时德国的战斗力，你就是把10个日本绑在一块儿也不够看的。你为啥觉得日本强大？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民国。就这样还跟他纠缠了10来年，你说他的战斗力能强到哪儿去？但凡你把他扔到欧洲战场，他能坚持3个回合都算他厉害。第2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率先结束，面条子投了，小胡子自杀了，日本也在老美的和平使者下举起了白旗。这些事儿基本上每一个中国人都已经熟记于心。咱说点大部分人不知道的事儿，其实当时的老美和苏联同时酝酿了2个计划。老美的计划咱都知道了，让日本人民表演了一下原子弹，请他们吃了一顿户外烧烤。而苏联的富士山计划是很多人不知道的。当时苏联的想法是造一个超级炸弹，引爆富士山，从而引发一连串的地震和海啸。他这个计划就是要炸沉整个日本岛，让日本人全都变成水里的鱼虾，重新进化一遍。苏联为了实施这个疯狂的计划，专门鼓捣出来一个叫做沙皇炸弹。这个炸弹据说威力堪比小型核弹。苏联为了能一步到位，这样的炸弹它足足造了500多枚。而老美那边可能是听到了风声，他们抢在苏联前头，就对日本动了手。所以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说，美国人这是摘了苏联人的桃子。在1945年8月6号那天，老美往广岛扔下了第1颗原子弹。这第1颗炸完以后，日本人还没服软呢，嘴硬说他们只有这1颗，不要畏惧。老美一看，行，瞧我。于是在9号那天又给他安排了一次。要说还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够硬气呢，6000多度的高温，人家愣是一声没吭。随后日本就宣布投降了。其实日本要是当时再咬牙坚持一下，哪怕就半个月时间，苏联的富士山计划就准备完毕了。这件事儿可能是苏联解体前唯一的遗憾了。老美的这2颗原子弹，算是把日本人骨子里最深层次的本性给彻底炸出来了。我得好好巴结我这老美大哥，他为了讨好老美，没有底线到什么地步。老美当时有个将领叫李梅，他用了16万吨燃烧弹，请日本人吃了一顿麻辣烫。按照咱们正常人的想法，这是一生的仇人，恨不得咬其肉喝其血，方得后快。结果你猜日本人干啥？他给人家授勋，把日本最高等级的勋章颁给人家了。连李梅都开始怀疑人生了，你这话是啥意思？是在埋汰我吗？还是想咋地？老美那边一看这情况，你给我授了个勋，那我也得给你回敬一个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他给当年偷袭珍珠港的那位将军也颁了一枚勋章。你说说，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？曾经让你们引以为傲的武士道，那股精神如今跑到哪里去了？这种时候不是应该拔出小刀以死明志才对吗？要我说啊，最讽刺的就是这一点。当年的天皇那么推崇武士道精神，结果他自己反倒最贪生怕死。他的太上皇麦克阿瑟是这么羞辱他的，一见面就直接问裕仁。战争结束之后，不少日本将领都选择了切腹自尽了。作为这场侵略战争的参与者，你怎么不剖腹忏悔呢？这裕仁愣了半天，最后憋出来一句非我所愿。那打输了可不是你一句非我所愿就能了事儿的。然后麦克阿瑟当着记者的面说，裕仁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，他就跟我儿子一样。但咱们不服不行，小日子就凭借把舔字玩的炉火纯青，在短短的几十年里，不光成功恢复了经济，还一跃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。当时日本的股市和楼市在美国人的操作下全都起飞了。老美什么秉性咱都清楚，所有的投资都是为了将来能获得更丰厚的回报。紧接着老美抓住时机疯狂抛售，直接给日本的经济拦腰斩断。这一操作直接让日本的经济缓了20多年。老美就这么对他还天天舔老美呢。你看他驻日美军的地位堪比皇上，他和驻韩美军的性质还不一样。韩国和美军是合作关系，驻日美军是以占领军的姿态进驻的。这是啥意思呢？当时整个日本都处于美军的控制之下，美军在日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甚至超越了日本的司法体系，可以逮捕包括首相在内的所有政府高官。对官员尚且如此，
那对普通百姓就更不用提了。因为日美地位协定，美军士兵在基地外犯罪，只要没被当场抓住，日方就将再无权处置。其实老美在亚洲乃至全球，它都有着不少的小弟，比如韩国、越南、菲律宾，这些国家在历史上都出现过1、2个反美斗士，只有这个日子一个都没有。但是咱们之前说了，日子这个民族那是相当的记仇了，他们为了报仇可以忍100年、1000年，而在最近的这100年里，他们最痛恨的对象，那绝对非美国莫属。假如有那么一天，美国真的不行了，我想冲上去咬他们最狠的，一定是日子人。总而言之，日子这个国家把极端的矛盾都揉在了一起，在菊花与武士刀、谦卑与傲慢、隐忍与爆发之间，走出了一条自己既奇葩又强大的道路。因为他的过往经历已经充分说明，忍耐并非一种品德，而是一种精心谋划的策略。自从咱们的93大阅兵后，也让日子那边格外的躁动，网上就因此爆火了一条神评论：我妈真有31马赫的东风61，而你我的樱花朋友，你最好真的有迪迦奥特曼。看到这条评论，我不得不感慨，人类的想象力终究还是没能追上科技发展的脚步。普通形态的迪迦奥特曼飞行速度能达到5马赫，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形态叫做闪耀迪迦，但很可惜，即便是这个形态的迪迦，速度也只有10马赫，所以就是它俩加起来也不好使。那么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微笑。如果大家喜欢听哪些国家历史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一下，这样微笑好安排后期做什么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